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我是大碗。2020年7月5号，就读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大四女生黄雨萌突然做了一个决定，她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她要去那美丽又广阔的可可西里，她要去追寻诗和远方，要徒步穿越可可西里的无人区，忘掉心中的烦恼。说走就走，当天深夜，她从南京出发，直奔青海。可是谁都没有料到，她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直到25天之后的一个傍晚，警方和救援队在可可西里无人区中发现了一堆新鲜的骸骨，骸骨上的皮肉早已经被野兽啃食干净。后经过 DNA 比对确定，这一堆骸骨就是失踪的黄雨萌。尸骨的发现为搜救行动画上了沉重的句号，但是更多的谜团也随之显现出来。现场和尸骨都透露着一股诡异。黄雨萌死前似乎全身赤裸，但现场却没有一丝血迹。看似正常的微信聊天记录似乎也传达了一些不合理的信息。直到今天，关于黄雨萌的神秘死亡仍然有着非常高的讨论热度。大家都非常不理解，黄雨萌要颜值有颜值，要学历有学历，为什么要突然之间孤身犯险跑到可可西里的无人区呢？他在死前究竟经历了什么呢？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20年7月5号的深夜11点。这个时候，黄雨萌早已经离开学校，坐上了从南京开往青海省格尔木市的 Z164 次列车。他打算从格尔木市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来一次徒步穿越。这趟 Z164 次列车是从上海首发直达拉萨的特快列车。因为距离很远，加之铁路覆盖范围广，全程要行驶40多小时。而从南京到格尔木市也要行驶将近30个小时。在这长达1天多的行程中，在火车上，黄雨萌和其他乘客们聊了很多。根据当时坐在他对面的一位大叔回忆，说这个小姑娘看起来很开朗，很健谈，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在火车上坐了1天多，时间来到7月4号凌晨4点，火车终于到达了格尔木市。黄雨萌背起行囊，根据之前了解到的信息，首先来到了格尔木市的黄河大酒店。稍作休整之后，在当天早晨，他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可可西里的无人区。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后来也被找到了。根据他的回忆，黄雨萌是在当天早晨5点多约了出租车，之后在早晨8点左右，出租车按照约定来到了黄河大酒店，拉上了黄雨萌。当时司机看到黄雨萌就一个人，而且很年轻，就提醒他一个人进入无人区是非常危险的。但是黄雨萌却非常自信的样子，他表示自己已经买好了各种露营的装备，还有帐篷，并且要独自穿越无人区。当时司机看他如此坚定，也没有再说什么。不过司机还提到了一个小细节，说这个小姑娘别看年轻，但是特别会砍价，车费直接对半砍。司机看她是一个姑娘家，也没舍得多要，后来确实也便宜了一些。在当天上午10点钟，经过2个多小时的行驶，出租车已经翻越了昆仑山山口，抵达了可可西里边缘一个叫做不动泉的景点。在这里，黄雨萌还下车欣赏了不动泉的景色，拍了一些照片。在出租车上，黄雨萌一直也在断断续续地通过微信和同学以及朋友聊天。他对朋友们说自己现在已经来到了可可西里，给他们买了很多当地的土特产，等过几天回南京以后要亲自送给他们。这些对话后来也都得到了朋友们的确认。同时这些微信的沟通记录也可以证明出租车司机对当时的路线以及时间的描述都是真实的。另外，出租车上自带的 GPS 定位系统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当天中午12点左右，出租车经过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正式向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深处进发。这里提到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很多朋友应该都不了解这是一个什么地方。这个保护站它的主要作用是反偷猎。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名字其实是以杰桑索南达杰这个人来命名的。这位杰桑索南达杰曾经在1994年孤身一人和18名偷猎者枪战，最终壮烈牺牲。所以我们第一个民间保护站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专门介绍一下这个保护站呢？是因为后面的很多线索都是在这附近发现的，包括后来黄雨萌的父母来这里参加搜寻，也是把这里作为第一站。这个保护站的位置呢，它其实已经属于是无人区之内了，只不过没有那么深入。所以当时在经过这里之后呢，他们还稍微休息了一下，吃了个饭，之后到了下午3点左右，又慢慢悠悠的来到了一个叫做清水河的地方。这个清水河距离刚才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其实也不远。黄雨萌最终是在这里下车的，再往前出租车就不能开了，所以黄雨萌就在这里开始徒步。之后出租车司机目送黄雨萌下车转身离开，然后他自己就开车回去了。可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转身竟然是黄雨萌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幅画面了。从那之后，黄雨萌就彻底失联了。最早发现异常的是黄雨萌在学校的辅导员。黄雨萌进入可可西里的第2天，7月8号，这天晚上10点钟，辅导员发现黄雨萌已经彻底失联1天了。他联系了黄雨萌的家属，但是家属也联系不上黄雨萌，于是辅导员就立刻报了警。警方经过调查发现，黄雨萌在离开之前并没有向学校请假，并且那段时间他在学业上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所以猜测他可能是想外出旅游散心。结合同学和朋友们提供的线索，警方对黄雨萌的购票信息、身份证的使用情况都做了查询，果然发现他是在7月5号乘坐火车，并且在7月7号到达了格尔木市。但是到达格尔木市之后，到现在已经过去1天了，他为什么会失联呢？会不会是遇到了某些危险呢？于是随后警方开始尝试去捕捉黄雨萌的手机信号，很快发现在7月8号的晚上，大约也就是在辅导员报警之前的一段时间，黄雨萌的手机信号曾经在青海玉树的曲麻来县出现过。刚才咱们提到的清水河、索南达杰保护站，其实这些地方呢，距离这个曲麻来县都是很近的，都挨着。所以现在检测到黄雨萌的手机信号在曲麻来县境内出现了，那么也就说明黄雨萌在7月7号从清水河下车之后，肯定是一直在附近转悠。那么手机信号出现在这里，其实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啊，在这里有一个奇怪的问题，从7月7号下了出租车之后，一直到7月8号晚上辅导员报警，这中间大概是有1天多一点的时间。这期间黄雨萌一直都是处于失联的状态，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也不回。那有人可能会说当时黄雨萌毕竟是在无人区，无人区里面可能手机信号不好。那的确有这种可能，但是既然他的手机信号在7月8号晚上出现过，还被警方检测到了，那么也就表明在那个时候他的手机是有信号的。既然当时有信号，他为什么不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呢？这一点是很奇怪的。遗憾的是啊，警方后来只捕捉到了那一次短暂的手机信号，但是也无法锁定具体的位置，并且在黄雨萌失联的第3天7月9号傍晚6点之后，黄雨萌的手机就关机了，之后就彻底无法追踪了。通过技术手段，警方只能大致推测出他的手机在关机之前的位置大约是在清水河附近，也就是当时黄雨萌下车的地方。那么这也可以表明，在那几天中，黄雨萌应该是一直在这个下车地点附近徘徊的。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奇怪之处，虽然后来黄玉萌的尸体被发现了，但是他的手机据说一直没有被找到。所以当时有一个说法认为黄玉萌可能是在下车之后遇害了。手机之所以会发出信号，可能是因为杀害他的凶手当时在使用手机，后来手机关机也是凶手干的。不过这种说法呢，有点阴谋论的色彩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大伙儿如果对这个说法感兴趣，可以继续往下听，我们可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线索、细节和疑点能否去支持这个说法。从那之后又过了3天，时间来到7月12号，黄玉萌的父母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刚刚提到的那个索南达杰保护站，和警方一起开始搜寻。可是他们找了一天一无所获。不过就在第二天7月13号的下午，警方突然有了意外发现。7月13号，这已经是黄玉萌失联的第6天了。在这天下午的5点07分，在青藏县109国道的南山口收费站，黄玉萌的身份证突然被使用了。有人在这里刷了黄玉萌的身份证，进入了青藏线，也就是109国道。当然了，使用这个身份证的到底是不是黄玉萌本人，那里没有监控，所以说警方也不清楚。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消息让大家非常兴奋，但同时也感到非常疑惑。为什么呢？咱们先来解释一下这条109国道以及这几个地点之间的相对的位置和距离。最开始在7月7号抵达格尔木的时候黄玉萌乘坐出租车前往可可西里无人区。当时他们走的其实就是这条109国道，格尔木市是在东北方向，黄玉萌最终下车的那个清水河是在西南方向。所以当时他们的路线呢，基本就是从东北方向的格尔木沿着109国道一直向西南开，这条路线全程是213公里。而现在咱们提到的这个109国道上的南山口收费站，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其实也在这条线上，距离格尔木市区只有30公里。也就是说从格尔木开往清水河，首先会先经过这个南山口收费站咱们这样光凭嘴说，不清楚大伙是不是能够理解能听明白。如果没听明白没关系，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准备了相应的地图，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碗说故事，关注之后在里面发送关键词可可西里，或者也可以关注我们今天微信公众号上的推送的文章，在里面也能够看到对应的地图图片，我都做了标记了。咱们都知道这个收费站收费口它是有2个方向的，一个是进的，一个是出的。那么当时黄玉萌他的身份证是在哪一个口出现的呢？恰好就是往西南方向的口，也就是说是从格尔木市区出来往清水河方向走，在那个口被使用的。所以说现在这个发现呢，就说明了一个更加奇怪的问题，说明从7月7号抵达清水河之后，黄玉萌他后来又独自从清水河返回了格尔木市，然后现在呢，他又从格尔木市再次往西南方向走，还是走的109国道，并且已经出了收费站了。那么这样的一段路程，要知道它的长度达到了200多公里。结合之前的线索，7月9号黄玉萌的手机在清水河附近关机了，那么现在是13号又在南山口这儿刷了身份证，这中间有4天时间。她一个女生4天之内从清水河徒步走200多公里来到格尔木市，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现在也不能确定使用黄玉萌的身份证的到底是不是黄玉萌本人个人认为概率应该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一会儿咱们会提到尸体发现的地点其实就是在索南达杰保护站的附近。也就是说呢，他需要先从清水河徒步走到格尔木，然后又从格尔木经过南山口收费站再回到索南达杰保护站，这一来一回这就不是200公里了，那就得乘2了，就变成400公里了。这么长的距离，黄玉萌她一个小姑娘徒步的话不可能完成，除非当时她又搭乘了其他的出租车。但是后来经过调查，这种可能性被完全排除了。
7月13号这次黄雨萌的身份证被使用，这是黄雨萌留下的最后一丝痕迹了。从这一天开始，他再也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在随后的几天里，黄雨萌的下落成了一个谜，直到后来到了7月26号，半个月过去了，黄雨萌的父母借由黄雨萌的闺蜜向当地的蓝天救援队求助，至此救援队也加入到了搜救行列当中。此时整个救援队伍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规模，格尔木派出了100多名公安干警，救援队也出动了60多名成员，还有大量闻讯赶来的志愿者以及当地的牧民，合计超过300人。他们也是各显神通什么搜救犬、无人机、卫星通信技术等等全都用上了。所有搜救成员被分成了10几个组，每个人间隔20-30米，有序的在戈壁滩上排开，一起向前挪动，展开地毯式搜索。然而从7月26号开始，这场大规模的搜索持续了4天，却一无所获。直到搜索进行到第5天，7月30号的下午4点多，在清水河附近找到了一些黄雨萌的衣服，衣服完好无损，没有破坏痕迹，静静地扔在地上。但是只发现了这堆衣服，没有找到黄雨萌。之后搜索队又找了3个小时，到了晚上7点多，最终在距离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只有几百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堆新鲜的人类的骨骼和组织。在这堆尸骨旁边，还有一些零散的物资和随身物品，还有一顶帐篷。这个发现让大家立刻激动起来。经过检查，在这些随身物品当中发现了身份证和学生证，而这些证件上的名字就是黄雨萌。此时那堆尸骨已经被野兽啃食干净了，皮肉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了一堆白骨。2天之后 DNA 的比对结果也出来了，这堆白骨就是黄雨萌。那么至此可以确定，这个年仅24岁的漂亮女生已经在可可西里的无人区香消玉殒。但此时随着尸体被发现，更多的谜团也显现出来，让这起失联事件变得非常诡异。咱们一件件来说，首先是这个尸骨的状态，它被野兽啃食的干干净净，几乎只剩下了一堆白骨。所以当时很多人第一时间猜测，黄雨萌有可能是遭到了野兽袭击导致死亡。在无人区发生这样的事情好像也是正常的，但是很快这种说法就遭到了专业人士的反对。当地蓝天救援队的理事长谢文斌表示，在一般情况下，野生动物袭击人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小的，因为野生动物它们有自己的熟悉的一条生物链，而且这几年对生态区的保护都做得很到位，它们内部的这种生态链是非常稳定的，所以说野生动物不会存在缺少食物的情况，那么它就没有必要去冒险攻击人类。这种事情在当地是很少发生的，他们救援队也很少遇到。那么也就是说呢，黄雨萌他肯定是首先因为某些原因死亡了，然后被野兽发现了尸体，才遭到了啃食。那说到这儿咱们有必要做一个辟谣，因为在搜集这件事的素材的时候，看到网上有很多文章对黄雨萌的这个遭遇做了大量的杜撰和改编，但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呢又没有把杜撰的成分给标出来，就导致后续的很多其他的文章也跟着被误导了。比如其中有一些文章里说，搜救队当时发现了黄雨萌的日记本，这个日记本里面记载说他遇到了几只狼，那几只狼呢一直跟了他好几天，然后最后这个日记就断了，言外之意就是说他是被狼给吃了。这里面日记这个情节基本可以肯定就是杜撰的。为什么这么笃定呢？首先第一点，这起事件的所有的官方通报中，我们都筛了一遍，都没有提到发现了日记，只说发现了帐篷、身份证等等这些物品。按理说，如果真的发现了日记本，而日记本里面又记录了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么一定会公开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事发的时候都已经2020年了，有几个人还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呢？而且黄雨萌他是95后96年的，
就算说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一般来讲也不会写在日记本上，现在往往都是喜欢写在电脑上或者写在手机上。所以说所谓的发现了日记本这个事儿，它本身就不能作为参考，不能证明他是被野兽袭击死亡的。可如果说黄宇萌并不是死于野兽袭击，那么他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呢？在现场遗留的物品上有一些奇怪的发现。咱们刚提到，在7月30号的下午4点多，首先是在附近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些黄宇萌的衣服，然后呢，在晚上7点左右又在现场这儿发现了尸骨。在尸骨旁边呢，其实也有一些衣服，还有其他的包括帐篷之类的露营用品和随身物品。而这些物品它们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没有遭到破坏，不管是衣服还是帐篷等等，都是完好无损的，没有被野兽撕扯的痕迹，也没有一丝丝的血迹。而相比之下，尸体却遭到了野兽的分食和撕扯，甚至有些尸骨都不见了。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似乎意味着黄宇萌在死亡的时候他是浑身赤裸，没有穿衣服的，不然的话衣服肯定也会被撕扯破烂，肯定会有血迹。发现衣服的地点有2个，刚也说了，那么这似乎也意味着黄宇萌当时应该是在一边脱衣服一边向前走。但是这一点实在是太过反常，他为什么要脱衣服呢？在无人区神秘死亡了，并且死前还脱了衣服，这种状态啊，其实很容易让人想到咱们之前常提到的一种现象，叫反常脱衣现象。就是说，如果长时间的暴露在寒冷环境中，人体会渐渐的把能量储备都用光，用光以后体温会逐渐下降。这个时候呢，因为过于寒冷，就会导致大脑出现错误判断，认为我们的体温变高了，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就会想脱衣服散热，而一旦脱了衣服就会加剧体温降低，进一步导致各个器官衰竭，最后被活活冻死。这就是反常脱衣现象。这个反常脱衣现象我们之前也说过嘛，就比如在迪亚特洛夫事件中，那些遇难者很可能就是遭遇了这种情况。那么回到黄宇萌的事件，包括蓝天救援队以及其他的很多专家分析啊，他们都认为黄宇萌的死可能也是因为反常脱衣现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的衣服以及其他随身物品上为什么没有血迹，为什么都是完好无损的。但是反常脱衣现象这个说法呀，也遭到了一些网友的反对。有人说可可西里在7、8月份的温度能达到15到25度，这个温度根本就不冷，所以说不可能出现反常脱衣现象。甚至后来网友的这番言论啊，还被多次转发，被引用到了大量的营销号的文章里。在这儿对这个说法也需要做一个辟谣，因为它很容易误导一些不了解的朋友。首先咱们要说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温度不可能达到15到25度，一般来讲没有那么高。根据中国科学报的记录，可可西里的东部有2个国家级的气象站，其中有一个沱沱河气象站，距离黄宇萌失踪的地点是相对比较近的。根据这个气象站的数据，近几年无人区内在7月份的平均气温只有 7.1 度，而且可可西里无人区内7月份下霜下雪很常见。所以说那个网友说的什么15到25度，这个温度其实是夏季的最高温度，而不是平均温度。它的平均温度是 7.1 度，到了晚上能够降到0度以下，这是很正常的。其次，第二点，反常脱衣现象并不是只发生在特别冷的地方。如果说一个地方昼夜温差很大，或者说温度转换的很快，一样也会发生。比如春秋季节天气比较凉的时候，温度可能会在0到10度。这个时候如果一个人在下雨天突然淋了雨，那么身体丧失热量就会更快。一旦没有采取措施去及时保暖，那么体温持续下降到30度以后，同样也可能会冻死，也可能会发生反常脱衣现象。夏天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恰好就是一个昼夜温差很大的地方，白天能达到10几度，到了晚上可能就零下了。这样的一个温差是非常大的，发生危险的概率也会随之提高。
目前关于黄雨萌的死亡，讨论度最高的有2种说法。第一种就是咱刚说的反常脱衣现象，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自杀。自杀的说法最主要的根据是黄雨萌的随身物品，其中有一小瓶安眠药。当然也有一位知情者说，那只是一种有安定成分的药，并不能严格算是安眠药。我们对黄雨萌的病史并不是特别了解不清楚当时他是否患有某些疾病需要去服用这个药，但是这瓶药的出现确实给了人们很大的想象空间。蓝天救援队的理事长谢文斌他做出了一种推测，他认为说黄雨萌之所以来可可西里，也有可能他就是来寻死的。他提前准备好了这瓶药，因为药效的作用昏睡过去，然后在晚上被活活冻死。至于衣服可能是他自己主动脱的，为的就是让自己在安眠药的作用下被冻死。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反常脱衣现象，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么现在咱们谈到了自杀，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黄雨萌他为什么想要自杀呢？这是因为在此之前，黄雨萌在学业上遇到了非常大的挫折。黄雨萌1996年出生于四川绵阳三台县，他的父母都有文化，也算是知识分子，但是他自己的学习成绩其实比较一般。高考考了2次，最终在2015年考进了安徽理工大学，专业是医药学。但是他对这个专业很不喜欢，他的理想是当一名飞行员。幸运的是，在大一下半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来到了黄雨萌的学校，招收飞行专业的学员。如果入选，就可以转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去学习飞行专业。毕业之后呢，还能够进入航空公司担任真正的飞行员。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黄雨萌当时立刻就报了名，并且以优秀的成绩最终入选了。2017年，黄雨萌就转入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飞行技术班。在上了1年的专业课之后，2018年8月，黄雨萌和其他的50名同学一起前往南非的艾维国际飞行学院接受更加专业的训练。按照当时学校的规定，只要在这里完成10门理论课程和250小时的飞行训练，并且最终通过考核，那么他最终就可以拿到国际商用飞行员执照。但是遗憾的是经过长时间的学习，黄雨萌最终并没有通过考核，所以他最终只能在2019年3月提前离开南非，返回南京。对黄雨萌来说，这次落选意味着飞行员的梦想彻底终结了。这是因为南航并不是说每年都会招收女飞行员的，只有航空公司有用人需求的时候才会去招收这样的飞行学员，并且在2018年以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取消了这个项目，以后就不会再这样去招收飞行员了。而当时呢，已经是2019年了，也就是说黄雨萌再也没有机会通过这种方式成为飞行员了。所以当时回到学校以后，因为这个招收飞行员的项目已经取消了，所以他就只能转到了空中交通管理专业。而这个专业以后的就业范围基本就是机场的地勤，都是地面工作，不可能飞到天上。但是黄雨萌显然志不在此，他还是想当飞行员。所以当时他经常和同学们说以后自己会想办法去其他的航空公司去试一试。但是这何其困难啊！他以前学的是飞行专业，现在学这个地勤专业，而且直接是从大3开始学，所有课程都是新的，一点都不会。于是不出所料，到了2020年6月，大约也就是事发半个多月以前，那本来是毕业答辩的时候，但是黄雨萌呢，他因为有一门课程需要重修，所以说只能延期毕业，再等1年。那么可以想象，大4这1年他一定是非常痛苦非常煎熬的，梦想破灭，还要面临一个完全不喜欢的新专业，可不论怎么学又学不会，末了还得延期毕业再等1年。据说他因此患上了轻度的抑郁症，可能这就是那瓶安眠药出现的原因。通过黄雨萌的遭遇来看他似乎的确是有自杀的理由的。他毕竟还是一个学生，
他的心里都是学业，学业如此不顺，所以说确实这个理由也比较合理，更何况他还有轻度的抑郁。但是这件事情奇怪的地方在于，虽然看起来自杀的可能性的确不小，但是他失踪前的一些行为却一点都不像是要自杀的样子。首先就是黄雨萌在火车上的状态，和黄雨萌一个车厢的那个大叔，那个乘客回忆说这小姑娘很健谈，很开朗，状态上没有任何问题，一点都不丧。而如果她是抱着求死的心去可可西里，按理说不应该表现出这样的状态。其次就是黄雨萌在出租车上的状态，出租车司机说黄雨萌当时砍价砍得特别厉害，一个劲儿的在讲价。如果他真的是想去寻死，他何必要在乎这么一点车费呢？他就没有必要去讲价了。再有，黄雨萌在微信上告诉朋友们说自己买了很多当地特产，要给他们带回去。这个细节被很多人当作是黄雨萌不可能自杀的证据，因为如果要自杀，他没有必要说专门去买点特产，还给朋友们交代，给朋友们带回去，没这个必要。不过除此之外啊，这番话其实还传达出了另外一层意思。他说自己买了很多特产，那么看起来应该是已经买完了。但是这个时候，黄雨萌他要徒步穿越可可西里的无人区，既然要徒步，为什么要随身携带那么多的特产呢？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先去徒步，徒步穿越完了再去买特产，再回南京送给朋友们。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也很奇怪，结合种种疑点，能发现这个自杀的说法呢好像也不太能站得住脚。目前针对这件事情，官方给出的最终结论是，黄雨萌对可可西里的环境的预估严重不足，准备不够充分，导致他在某一天晚上发生了失温现象，并因此死亡。这个官方的通报发布以后呢，很多人也提出质疑，说黄雨萌好歹当年在南非的时候接受过训练，其中也包括了野外生存训练。那既然接受过专业训练，怎么可能会对环境预估不足呢？其实说实话，这种质疑有点想当然了。虽然说黄雨萌在南非时接受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但是那毕竟是比较初级的，而且黄雨萌仅仅是一个学生啊，还没有真正的成为飞行员，也不是野外探险专家。这种短时间的训练，他不一定能够熟练掌握。这一点从黄雨萌当时准备的物资上其实就能看出来。就比如他的帐篷，他使用的帐篷是很普通的露营帐篷，但是在可可西里这样的地方，这种帐篷无法提供最基本的保暖功能，肯定是不行的。到了晚上肯定会冷，那么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准备上的不充分，再加之药物作用，导致他在夜晚出现了失温，可能也出现了反常脱衣现象，进一步导致了死亡。蓝天救援队的理事谢文斌也说，他本人从小在这边长大，从没听说过在无人区冬天把人冻死的。发生被冻死的事儿一般都是在夏天，而这场悲剧恰好就发生在夏天。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反常脱衣现象它并不是一种小概率事件。根据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一份数据，从88年到15年，当地发生的56起低温冻死案例中，有31例出现了反常脱衣现象，占比超过了 50%。 德国也做过一项统计，对69例失温案例进行分析，其中有17例出现了反常脱衣现象，占比达到了 25%。 所以说黄雨萌的这场悲剧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场过于自信的过失，最后导致了自己死亡。其实说实话，不论这件事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种意外死亡的结论其实已经是最好的答案了。对黄雨萌的父母，对他的家人都是一个比较能接受的答案。倘若说黄雨萌是自杀，那么他的父母想必会更加难受。黄雨萌还年轻，是一个文艺青年，对可可西里小文青们经常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在可可西里，你踩下的每一个脚印都有可能是自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这句话固然很美，但在神秘的另一面总会埋藏着风险的。那个脚印也有可能会成为你留在这个地球上的最后一个脚印，就像是黄雨萌一样。
不要轻易被一些廉价的鸡汤所煽动。证明生命价值的方式有很多，并不是说只有在最危险的地方才能获得顿悟和新生。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不顾生命的匹夫之勇，只能代表愚蠢，和浪漫和勇敢其实没有半毛钱关系。黄玉萌的悲剧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本期节目素材参考自中国妇女报、中国科学报、三联生活周刊以及其他的大量媒体资料。本期内容是结合上述媒体资料二次创作改编而来。如果您喜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点击关注即可。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来到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2010年，黑龙江的一名男子发现自己的妻子离奇失踪了。虽然他及时报了警，但是2-3个月的时间过去，妻子的下落却一直没有新的进展。直到后来一个很巧合的机会，他才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自己的妻子。在一番调查之后，一件错综复杂又令人瞠目结舌的案件也就此浮出了水面。2010年4月8号，家住在黑龙江鹤岗市东山区的王大发正开车在外面工作，突然他的手机响了，拿起手机发现是邻居打来的。这个邻居叫做方英，是一个50来岁的单身母亲。她的丈夫在多年前去世，她没有再婚，独自抚养儿子，母子俩相依为命。他们俩就住在王大发家对门，两家人的关系也还不错。看到电话是邻居打来的，其实王大发的第一反应是有些奇怪的，因为这个方英早在1年多以前就出去打工了，期间一直没有回来，至少王大发从来没有看到他回来过。甚至就连他儿子的婚礼都没有来参加，也不知道在哪里发大财，连家都不愿意回了。那现在他突然给自己打电话，到底有什么事儿呢？接听电话之后经过几句简单的寒暄，方英说自己这2年做生意赚了一些钱，在双鸭山的集贤县买了一套新房，但是现在自己特别忙，身边的人手也不够，所以希望王大发能够让他的妻子菊玉娟去帮忙收拾一下新房，因为他知道菊玉娟之前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并且他说最好是今天就让菊玉娟过去，因为事情比较多，可能要做好几天。听完这番话王大发表示完全没问题，毕竟邻里之间相互帮助是应该的，而且方英这么多年来一个人带孩子很不容易，作为邻居他也愿意多帮帮忙。况且自己的妻子菊玉娟一直赋闲在家，能去就去吧。王大发并没有感到这件事儿有什么不妥，于是当即就答应了，并且让方英直接和妻子菊玉娟联系。王大发这边呢，因为他的工作原因，经常会几天回不了家，这次也一样。直到6天之后的4月14号，他才再次回到家中。可是回家之后却发现妻子竟然还没有回来，这让王大发有些着急了，于是他拨通了邻居方英的电话，在电话中问了一下工作的进展，顺便问妻子菊玉娟什么时候能回来。另一边的方英在听了之后连忙道歉，他说非常不好意思，房子其实已经收拾完了，现在2个人一起去了南方，因为自己这2年一直在南方做产品直销，赚了不少钱。菊玉娟在听说以后呢，也想跟着一起来做，所以2人头脑一热就直接过来了。忘了跟你说了。在电话的最后，方英还说他们打算在这里干上2-3个月，赚点钱就回去，让王大发不要担心。这个消息说实话让王大发感到有点懵，这怎么突然就去了南方呢？也不跟家里说一声。于是他就继续问说去了南方的什么地方。
但是很不巧，此时方英说自己的手机快没电了，于是匆匆就挂断了电话。在撂下电话之后，王大发总觉得这件事儿有点不对劲，于是他又给方英打了几次电话，想问清楚，但是一直没有打通。因为妻子菊玉娟一直不喜欢用手机，也没有买手机，所以此时王大发只能通过方英了解妻子的情况。可现在方英的电话打不通了，这该怎么办呢？思来想去王大发忽然想到，也许可以去问一下方英的儿子吕伯，也许吕伯知道一些情况。于是王大发就来到对门敲了几下门，吕伯果然在家。王大发问他说，知不知道他母亲方英去哪儿了？吕伯回答说不太清楚，他只知道母亲去南方做生意了，平时很少打电话，母亲那边好像特别忙，有时候自己给打电话也经常打不通。这番回答让王大发越发感觉不对劲了，因为这几年传销组织特别猖狂，方英和自己的妻子菊玉娟都没有什么文化，难道他们被骗进了传销组织吗？尤其吕伯说母亲的电话经常打不通，好像很忙，这似乎确实很像是传销组织的一些特征。因为这些组织会严格控制受害者的生活起居，限制他们和家里联系，而且那些传销组织会强迫受害者把身边的朋友都拉下水，自己的妻子也许就是因此被骗进去的。想到这儿，王大发彻底坐不住了，他立刻来到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说自己的妻子和邻居可能被骗进了传销组织。在接到报警之后，民警们立刻展开调查，让王大发好好的回忆一下，在和方英沟通时有没有什么反常的情况，方英有没有传达出什么特殊的信息。同时呢，民警们也找到吕伯，让吕伯回忆一下近期和母亲通话时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可是两个人使劲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就光知道他们在南方，而且有一段时间没回来了。那这个情况确实就比较难办了。民警们只能对方英的电话展开监听，一有消息就立刻追踪，但是这一等就是2个多月。转眼来到了6月18号，这天晚上7点多，王大发到自家的仓库里找东西，一进来就闻到了一股奇怪的臭味。他顺着味道一路找过去，在仓库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编织袋子。在此之前他并没有见过这个袋子，于是他好奇地走过去打开，结果发现这里面装的竟然是失踪2个月的妻子菊玉娟。王大发当即瘫倒在地，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神来，顾不上悲伤，他立刻跑到派出所报告了这个情况。民警们也不敢怠慢，立刻赶到现场对尸体展开检查。经过尸检发现，菊玉娟死亡的时间在2个月以上，这个时间点也立刻引起了高度关注。因为菊玉娟她就是在2个月之前失踪的，这也就意味着她当时其实并不是失踪，而是遇害了。至于之前猜测的被骗进传销组织，自然也就不可能。菊玉娟的死因是机械性窒息，她是被勒死的，但是在她身上并没有找到一些显著的有效的特征和证据。王大发表示自己已经有2-3个月没有来仓库了，所以说这具尸体可能之前就一直被放在这儿，只不过王大发一直没有发现。但是王大发的这番说辞实际上并不是那么让人信服。虽然说仓库是一个不经常用的地方，但是2个多月都没有去一次仓库，这频率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况且仓库就在他们家的院子里，按理来说应该经常会用到才对。正因此，警方首先怀疑的其实是王大发。不过对这起案件来说呢，其实王大发是冤枉的。警方第一时间对他做了调查，发现他确实没有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王大发没有问题，那么下一个有嫌疑的自然就是当时打电话的邻居方英。王大发说自己一直在尝试寻找方英，但是方英一直没有回来，家里只有他的儿子吕伯，但是吕伯对母亲的行踪也不知情。这个情况确实有点麻烦。为了寻找方英的踪迹，警方对方英的亲戚朋友展开了逐一询问，了解情况。然而最后的结果让他们更加疑惑了。据方英的亲戚说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方英了。上一次见到方英是在1年前，去年的4月份。甚至在半年多以前，方英的儿子吕伯举办婚礼，方英都没有在场，就只是在电话里通知了亲戚们，说自己太忙了回不去，让亲戚们多来帮帮忙。不得不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行为恐怕很难理解。自己的儿子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他竟然不在场，他怎么想的？所以警方只能猜测，也许方英和儿子吕伯之间关系不太好。可是后来一查却发现恰恰相反，方英的丈夫在吕伯小时候就意外身亡，母子俩相依为命，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儿子吕伯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他不来参加儿子的婚礼就更加反常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不要着急，我们先来梳理一下目前遇到的疑点。首先，这件事最初的开端是王大发在4月8号接到了那通方英的电话，要让妻子去帮忙收拾房子。在这之后呢，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妻子了。所以说，妻子的失踪和遇害跟这通电话肯定是有关联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警方虽然说一直在尝试监听方英的电话，但是这2个月以来，王大发却并没有再次接到他的电话。他似乎是在有意的躲避侦查。从这一点来看呢，方英的嫌疑好像确实是存在的。但如果杀害菊玉娟的凶手就是方英，那么他的动机是什么？于是警方对方英的为人和社会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调查走访，但是最终发现他和邻居王大发一家没有什么仇怨，关系也一直不错，他似乎没有理由去杀害菊玉娟。此外，之前提到大家最后一次见到方英是在1年前，他去了哪儿？他的一系列反常行为和这起案件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呢？看起来只有找到方英，这起案件才会明朗。可是该如何找到方英呢？在对方英的家属走访的过程中，他的儿子吕伯渐渐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吕伯一开始告诉警方说他不清楚母亲的下落，但是他的表现却有些不对劲。调查发现，在方英离开家1年多的时间里，吕伯从来没有向亲人们打探过母亲的消息，也从来没有去主动的寻找母亲。对此，吕伯的解释是因为母亲偶尔会给自己打电话，自己知道母亲在外面做生意很忙。但这个解释显然是有些苍白的。他的母亲到底在哪儿做生意？到底是什么生意这么忙，连他的婚礼这种人生大事都不来参加？这些问题吕伯并不知道，他也并不关心。由此可见，吕伯对母亲的去向似乎是完全不在意的。那么这个情况就非常可疑了。专案组经过分析认为，这个吕伯的身上应该藏着大秘密，于是立刻把吕伯捉拿归案。面对警方的讯问，吕伯的心理防线很快被攻破，他讲出了一个既心酸又让人震惊的故事。1987年，吕伯6岁，那一年他的父亲不幸去世，只剩下他和母亲方英相依为命。小小年纪就失去了父亲，因而方英对吕伯加倍呵护。但同时，方英对吕伯的要求也非常高。吕伯想要做什么事情，必须要经过方英同意，如果做错了事或者违背了他的意愿，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
这个惩罚甚至有时候可以用变态来形容。方英之所以会这样，其实就像刚说的，因为丈夫死了，儿子吕伯就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柱了。她生怕孩子会脱离自己，离开自己，所以才想死死地控制住。根据吕伯回忆，他小时候曾经有一次偷了邻居家小孩的一个玩具，被方英发现了。他拿了一根针，把吕伯的10个手指头全都扎了一遍。吕伯疼得哇哇大哭。从那之后，吕伯就变成了一个妈宝男，凡事都对母亲言听计从，因为他怕了。而母亲方英对他的态度呢，后来也一直变得非常好，没有再出现过那种变态的惩罚。这对母子之间似乎已经找到了一种比较完美的相处模式了，但是这只是暂时的。时间飞逝，2002年，吕伯21岁，他在当地的矿井找了一份工作。在单位里，他陆续结识了几个女孩子，也谈了几次恋爱，但是这几次恋爱却没有一个好结果。并不是因为吕伯对对方有什么意见，而是因为在每次恋爱过程中，方英都要从中作梗，强迫吕伯分手。方英认为这些女孩配不上自己的儿子，不应该和自己儿子在一起。一开始，吕伯对母亲的想法表示理解，认为他也是为了自己好，毕竟是人生大事嘛，母亲给把关，这也是正常的。这样的日子又过了6年，吕伯已经27岁了。这一年，他又谈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孩名叫卢晶，两个人兴趣相投，惺惺相惜。对这段感情，吕伯格外的看重，他非常喜欢卢晶，认为卢晶是自己生命中注定的另一半，想和她一起度过余生。但是考虑到自己之前的几个女朋友都被母亲拆散了，他生怕母亲对卢晶也不满意，所以就没有把这段感情告诉母亲。直到过了小半年，到了2008年10月，两人之间进展飞快，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吕伯已经见过卢晶的父母，对方父母也非常满意。到了这个时候，吕伯才带着卢晶回家和母亲方英见面。但是没想到吕伯这招先斩后奏，成功的把母亲给激怒了，这让他在心理上对卢晶更加排斥了。于是方英对吕伯说，这个卢晶条件太一般，配不上你，你还是跟他分手吧。可是这一次吕伯也不想再当妈宝男了，他认为我命由我不由妈，这次要自己做主，就要和卢晶在一起。他说自己确实非常喜欢卢晶，并且也已经见过卢晶的家长了，所以这次必须要自己说了算。方英他本来就对这件事儿很生气先斩后奏，现在呢又看到儿子反抗自己，他更加生气了。于是母子俩竟然因此吵起来了。这件事儿让母子之间的关系瞬间陷入僵局，两人冷战了一段时间。可是总这样僵着，这也不是办法。于是一段时间之后，吕伯就又开始在方英面前开始软磨硬泡，说自己是真的喜欢卢晶，知道母亲这些年呢非常辛苦，以后一定要加倍孝顺等等等等。但是方英呢并不接受，仍然是一律的拒绝。可以说吕伯多次和母亲沟通，但是每次都被母亲指责一顿，这让他非常的郁闷。其实在和之前的几个女友交往的时候那些女友就曾经说过吕伯是一个妈宝男，不能总听妈妈的。到了现在这一刻，他意识到之前的女友说的是对的。于是在和母亲数次沟通未果之后，他再一次和母亲吵了起来。这次吵得尤为激烈，不光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他还离家出走，住进了单位的宿舍。这番操作也让方英勃然大怒。既然儿子不听话，那干脆就从卢晶入手。于是方英直接就闯到了卢晶的家里。卢晶的父母看到未来的亲家母来了，非常热情的迎接。但是没想到方英一进门就破口大骂，说他们的女儿是狐狸精等等等等。卢晶的父母被这么骂了一顿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呢，方英
又气势汹汹地摔门出去了。很快这件事就被吕伯知道了，这让他又脸红又生气，赶紧向未来的岳父岳母道歉，并且回到家里和母亲对峙。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回到家之后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母亲啪啪2巴掌直接就打在了吕伯的脸上。吕伯也气急了，当场和母亲就展开了对骂，各种脏话越骂越难听。最后他在愤怒中再次摔门而出。这件事让吕伯忍无可忍，他已经下定决心，就偏偏要叛逆一次，不管母亲怎么阻挠，都必须要和卢京结婚。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他突然接到了母亲的求和电话。在电话里，母亲竟然想开了，同意了他和卢京的婚事，并且表示要找一个时间好好的聊一聊。方英真的想开了吗？当然不会，这其实是他的圈套。在电话里，方英和吕伯约定在商场门口见面，聊一聊他们的婚事。吕伯如约而至，可没想到迎接他的是3个中年大汉。这3个大汉二话不说，把吕伯拖进了一辆车里，最后把他拉回了家中。方英早已等候多时，在3个大汉的帮助下，他把吕伯关在了卧室里，并且锁住了房门。到这个时候，吕伯才知道自己被骗了，母亲是不可能同意这门婚事的。不仅如此，方英还恶狠狠地说，如果吕伯不和卢京分手，那么他就找人把卢京给强奸了。这番话让吕伯毛骨悚然，他不敢相信自己的母亲为了阻挠自己，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甚至有可能真的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愤怒中，他一脚踢开房门，准备离开，但是方英却立刻挡在门前，不让他走。此时吕伯早已经被愤怒冲昏头脑，失去了理智，他不耐烦地推了一下母亲，但没想到就是这一推，方英一下子栽倒在地，脑袋磕在了墙上，顿时鲜血直流。后来根据吕伯自己交代，他说他当时吓坏了，赶紧拿出手机想打120，但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方英仍然在非常虚弱地说要找人把卢京和卢京的母亲一起强奸了。也正是这句话彻底葬送了方英的生命。吕伯听到之后，心中的怒火再次燃起，随手找了一块砖头砸向了母亲的头颅。这一砖头砸下去，方英彻底咽气了，而吕伯的心里也五味杂陈。他跪在母亲身前嚎啕大哭，接着他又突然停下，把母亲的尸体拖到了自家后院，扔进了废弃的菜窖里。第二天，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卢京，卢京非常震惊，但他并没有选择报警，因为他觉得吕伯这样做都是为了自己。就这样，卢京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也让他在所谓的爱情中走上了包庇犯罪的道路。年轻的卢京并不知道，爱情固然可贵，但建立在罪恶之上的爱情是最不牢固的，因为真相早晚要大白于天下，到那一天，所谓的爱情也会随之消散。为了隐瞒罪行，吕伯和卢京把藏匿尸体的菜窖填平，又和亲戚们说母亲去外地做生意了。但他知道这样的谎言不可能维持太久，为了达到长久隐瞒的效果，他和卢京专门去买了一部具有变声功能的变声手机。这种手机顾名思义，可以在打电话的时候通过软件的调节改变自己的声音。他们打算利用这款手机来模仿母亲的声音，给亲友们打电话，伪造一个母亲外出做生意的假象。于是接下来他们把方英的手机卡装进变声手机，把软件调成中年女性的声音。吕伯利用自己对母亲的熟悉，模仿母亲说话。他专门和卢京测试了一下，发现和母亲的声音确实比较相似。于是他们又给一个不怎么走动的亲戚打电话，而对方果然也没有任何怀疑，认为就是方英在说话。就这样，
在之后的时间里，吕伯以方英的身份多次和亲戚们打电话，说自己去外面做生意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当然了，这种模仿出来的声音和真实的声音肯定是有差别的，也有一些亲戚提出过疑问。但是因为吕伯他在说话的方式和语气上模仿得太像了，毕竟那是他妈呀，而且这个电话号码呢确实也是方英的，所以亲戚们并没有进一步的怀疑过，就只是觉得可能方英嗓子不太舒服。现在有了手机的助力，吕伯和卢京也终于放心了。他们大张旗鼓地筹备起了婚礼，并且利用手机给亲戚朋友报喜，邀请他们参加。在这期间，大家没有丝毫怀疑，就连卢京的父母都被成功蒙骗，最终他们的婚礼也顺利举办了。但是真的没有人察觉到不对劲吗？答案是否定的。只要是谎言，总会有破绽。方英的邻居王大发的妻子菊玉娟，她就察觉到了不对劲。一开始菊玉娟一直追问方英去了哪里，为什么孩子结婚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回来。吕伯被问得哑口无言，只能搪塞了几句，挂掉电话。几个月之后，在案发那天2010年4月8号，吕伯突然接到了菊玉娟的电话。在电话里，菊玉娟阴阳怪气地问说，你们家的菜窖怎么填上了？不会是里面闹鬼了吧？这句话让吕伯汗毛直立，他立刻强装镇定，回答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菊玉娟呢，却不紧不慢地表示，这事儿我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我丈夫现在也都还不知道呢。其实菊玉娟这番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吕伯一听，他也不再装傻，连忙表示可以去他家里见面详谈。菊玉娟答应了。之后两人见面以后，菊玉娟也不再遮遮掩掩，直接敞开说自己怀疑方英并没有去外地，而是躺在菜窖里，但是自己可以帮忙保守这个秘密，条件是1万块钱的封口费。咱们说到这儿，想必大家也都已经猜到了菊玉娟她最终遇害的原因。据吕伯自己交代当时他在听了菊玉娟的话之后，立刻意识到他这是要敲诈自己。其实他也考虑过要不要交钱消灾，可是后来再一想，自己已经杀了一个人了，真要查出来，那横竖都是死，所以说再杀一个也无所谓了。况且杀掉菊玉娟能够让他永远闭嘴，能够更好的保守秘密。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吕伯一拳把菊玉娟打倒在地，之后把她活活掐死了。接下来他找了一个编织袋子，把尸体放进去，拖到了菊玉娟家仓库的角落中。随后他返回现场，做了一次仔仔细细的清洗，之后迅速离开。其实吕伯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道理的，的确杀掉菊玉娟能让他永远闭嘴，但是他却没有想到杀害菊玉娟会让他留下更多的线索，暴露出更多破绽，这反而不利于他继续隐藏。果不其然，虽然他继续利用变声手机对王大发撒谎，说要请菊玉娟去帮忙收拾房子，可是菊玉娟她和方英不一样方英是孤身一人，没人惦记，就算失踪了也没有人会找。可菊玉娟人家有老公一连好多天不回来，菊玉娟的老公王大发坐不住了，就把电话给打了过来。吕伯没办法，只能继续撒谎，说带着菊玉娟去南方做生意了。可是妻子不辞而别，王大发肯定着急他就不断的追问，吕伯只能继续撒谎应付。到后来他自己也应付不了了，只能找了个理由挂断电话，再也不敢接了。其实到这个时候吕伯应该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但是他仍然在自欺欺人。可是没用2个月之后，王大发去仓库里收拾东西，发现了妻子的尸体，由此案发了。警方这边也是势如破竹，很快就查到了吕伯的身上。这只能说是自作孽不可活。2010年8月，经鹤岗市中院审理，吕伯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卢京涉嫌包庇罪和毁灭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这2个相爱的年轻人就这样亲手毁掉了自己本应美好的人生。虽然说这件事看似是吕伯和母亲方英之间的矛盾，这种特殊的关系进而引发的，但实际上他还传达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在罪恶之上的爱情其实是相当不牢固的。我是大碗，今天这故事咱们就说到这儿。本期节目内容参考自检察风云及相关网络报道。如果认为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相关作者持权属证明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至于我们的联系方式，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碗说故事，点击之后可以查看到我们相关的联系邮箱以及加入听众群的方式，可以了解节目的相关资讯。我是大碗，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回再见。